伦敦的大富豪福克先生有一枚举世无双的宝石，名为倒数第二页。这枚宝石的来历非常传奇，甚至吸引到了传说的怪盗绅士亚森·鲁邦。不久前，他将公开预告信寄到了福克的宅邸。为了阻止鲁邦的罪行，福克请来了世界各地的侦探，其中也包括传说中的鸟笼以及本地人福尔摩斯。此时，真打和亚裔他们也抵达了伦敦。三人先来到一家手账商店，在真打和店员交流的时候，京剧以及观察到的顾客名单就在那边的抽屉里，并小声告诉了鸟笼里的亚裔。店员好奇地问他在跟谁说话，真打就直接掀开了鸟笼上的布，一颗活的人头差点把店员给吓个半死。趁这个机会进去拿那份顾客名单，结果刚出门就被人给发现了。这两人要求他们把名单还回去，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。结果下一秒警察来了，把他们全抓了。马车上面还有刚刚抓的2个双胞胎小偷，他们将一起被送到警局接受审问。瘦高的英国绅士要求那位警察把雷斯垂德探长叫来，声称他认识他们2个。可惜那位警察才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麻烦探长。这时亚裔也开口了，直接笃定那对双胞胎嘴上喊着冤枉，其实是在说谎，因为他们的手指关节发红，肯定是长时间骑着非常重的包才造成的。包里究竟是什么呢？钱还是毒品？一旁的绅士代替他2人回答了，是走私货陶制的美术品，那2人的指甲里都有木屑，而易碎品是无法放进包里的。双胞胎之一非常惊讶，这人说对了。事已至此，那位英国绅士的身份已经很明显了。刚好在看报纸的警察也看到了鲁邦的预告信，那篇报道说福克先生请来福尔摩斯并附上了照片。警察看着照片，又看了看对面的英国绅士，好家伙，福尔摩斯竟在我对面。旁边那个助手自然是华生，他们也猜到了亚裔的身份，毕竟只有一颗头的不死少女，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。在福尔摩斯的提醒下，警察立刻调转车头，送2位侦探去了福克先生的府邸。福克先生在30年前曾和管家路路通完成了80天环游世界的伟业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他们抵达的时候，雷斯垂德探长也已经来了。真打先打量了一下这栋别墅的布局，前方是北馆，左右的东馆和西馆都是博物馆，陈列着福克在环游世界时收集到的东西。从今早上开始，宅邸就已经封锁并加起了警备。鲁邦的助手艾瑞克只能从外面观察了一下，然后回去向鲁邦汇报。其实不久之前，艾瑞克还只是一个地下歌剧艺人，外号为歌剧魅影。被打晕苏醒后看到的就是那个男人。鲁邦声称他只是在偷红宝石的时候顺便把他也给偷了过来，因为他的部下逃走了，需要一个新的助手，而他此次的目标就是倒数第2页。艾瑞克听完后直接带回了半边面具，既然已经被偷过来了，当然是服从他的所有者。另一边，侦探们和探长也见到了传说中的福克先生。福克告诉他们，有情报说歌剧魅影已经听命于鲁邦，这次的获益难度前所未有的高。福尔摩斯和亚裔区一个比一个自信，都觉得只要自己一个侦探就够了。华生只好出来打圆场，现在是先了解一些具体情况要紧。鲁邦那封预告信上写着的是，在1月19日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之间，会将倒数第2页2级保险柜一并收下。此时亚裔提了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是11点到11点半之间？如果是他的话，直接会说11点半。福尔摩斯则问了倒数第2页的相关情况。那枚80克拉的黑钻石保存在地下的特殊房间，宅邸周围有护城河，南边有一处与泰晤士河相连的水渠，足够成年人通过。福尔摩斯立刻让管家封锁一条水渠，接着他又算了一下护卫，除了100名警卫以外，还有侦探们和雷特垂斯探长，以及明天才会过来的葛尼玛警长和劳合社派来的2位特工。劳合社的特工对鲁邦来说才是最棘手的，一共7位特工，年龄国籍各不相同，但每一个都强得离谱。这次派来的是第5号雷诺和第7号法蒂玛。这个名叫雷诺的特工竟然连握手都要别人代替，理由是会弄脏手套。他的后辈法蒂玛急匆匆过来替前辈握手，真打小声跟亚裔吐槽了一句，没想到雷诺反过来骂他们俩是混进人类社会的肮脏怪物，这群人谁也看不起谁，到时候真的能配合好守卫宝石吗？现在人已经差不多到齐，福克先生带不去看那枚倒数第2页。雷诺一看要去地下，扭头就走，不过被法蒂玛给劝回来了。众人穿过了狭窄的长廊后，眼前豁然开朗。过了这座桥，前面就是钻石的保管室，必须2把钥匙同时插进去转动，才有福克先生亲自保管的第3把钥匙才能开锁。诺特的大厅里只放了一个保险箱，保险箱的打开方式同样只有福克先生知道。他将倒数第2页拿了过来，果然是非常耀眼的钻石。但这颗其实是人工打造的，保险箱则是纯银制品，是20年前福克先生的德国友人在14世纪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。保险箱的构造非常复杂，福克花了10年才将其打开，看到里面的钻石。经过专家检测，这枚钻石除了碳以外，还有微量的铀，上面还刻着文字。福克和路路通就根据上面的文字进行调查，终于查明了这枚钻石的来历。以前在德国南部的矮人一族被一族狼人给灭掉了，矮人们为了复仇，打造了坚固无比的钻石和让狼人为难的纯银保险柜，目的就是向后人传达敌人的藏身处。福尔摩斯立刻明白鲁邦为什么想要这东西了，当即表示会尽全力保护他。殊不知还有另一伙人也盯上了这枚宝石，正是亚裔和真打一直在寻找那个瘸腿老头。
大厅里，福尔摩斯正在四处寻找漏洞，发现天花板上有一个通风口，路通表示那里连小孩子都无法通过，里面还用铁栅栏挡住了。而鲁邦还是一个乔装高手，说不定现在混入他们之中了呢。福尔摩斯点到为止，临走之前悄悄在福克耳边说了句：“按计划行事，不要大意。”亚也同样想到了一个对付鲁邦的方法，给侦探的提示是右传无忧卫门。不久后，华生回到福尔摩斯那里，跟面前福尔摩斯说出的话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就在这时，福尔摩斯的哥哥麦考夫走了进来。麦考夫看到这个夏洛克，直接问他是谁，因为3天前他才见过弟弟，那时他的指甲还是剪过的。假福尔摩斯还让他强词夺理：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？”结果下一秒，真福尔摩斯就回来了，而这位假货自然是鲁邦假扮的。双方直接公开情报。得知钻石被重重把守后，鲁邦一点都不慌，而是拿上了桌子一个上锁的小箱子，告诉福尔摩斯，锁这种东西存在的意义就是能被打开。随后当着几人的面随手把箱子给打开了。地下室的门也不过是有3个钥匙孔罢了，倒是那个矮人做的保险箱有点难度，不过福克都能打开，他怎么可能打不开呢？顺后直接正到窗户跳了下去，下面的艾瑞克刚好接应。鲁邦问艾瑞克订的火车票是几点的，艾瑞克回答5点25分，滑铁卢站。还有一段时间，刚想着去那里玩玩，就差点撞到一位女仆，也就是禁剧。一切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从福克宅邸出来后，珍达他们去了公园，珍达被路边小摊吸引。亚叶对禁剧说想去杜莎夫人蜡像馆看看。禁剧走到一边问路，两个人都没在亚叶身边。等发现鸟笼里不是亚叶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珍达想问问亚叶想不想去贝克街看看。掀开笼子一看，师傅竟然变成了一只鹦鹉。珍达回想起当时另一条长椅上还有个鸟笼，好家伙，原来是他拿错了，气得竟近1钱砸上他的家眼。两个人赶紧过去找牙叶，鸟笼却已经不见了，只能分开寻找。得知这位女仆正在寻找鸟笼，无聊的鲁邦干脆让她上车帮人一起找了。与此同时，麦考夫在鲁邦离开后提醒福尔摩斯，也提防点劳合社的特工。那些人的目标不是守护钻石，而是消灭怪物。倒数第2个夜晚，据说是寻找人狼的关键。特工不会防止鲁邦偷走钻石，而是会追上偷走钻石的鲁邦，并悄悄抢走钻石，然后顺理成章地把钻石失窃的罪过推到鲁邦身上。福尔摩斯表示，如果真的是那样，他会亲自把钻石抢回来。华生就问需不需要和你们鸟笼使合作。福尔摩斯若有所思了一下。可惜亚叶此时狼狈不堪，拿错鸟笼那位先生看到笼子里是个人头后，吓得直接把亚叶扔到了路边，接着又驶过来一辆车，不小心将其碾碎。没想到还是老熟人，是那对双胞胎小偷。两人亲眼目睹了碎掉的人头是如何恢复如初的，立刻产生了一个坏心眼，这个人头想必能值不少钱吧。结果开车带亚叶回的路上，刚好遇到了禁剧他们，禁剧立刻让艾瑞克调转方向追上去。在双方追逐的时候，珍达和记者安妮也发现了路边的鸟笼，看到相继驶过2辆车的珍达立刻意识到了什么，迅速追上去将双胞胎的车弄翻，把师傅放回鸟笼。警局安妮他们也过来了，鲁邦和亚一看到对方就识破了对方的身份。珍达也做了自我介绍，是妖鬼杀手，意思是比亚森鲁邦还要厉害。被挑衅的鲁邦立刻发到了攻势，千变万化的七彩珠子在他脚底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被鲁邦当成滑板一样滑了过来。两个人打起架来，一个比一个花里胡哨，最终还是真打中了暗算，被一记上勾拳打得跪倒在地。鲁邦则回到车上扬长而去。转眼间来到了夜晚，众人回到了福克的宅邸。进去之前要先搜身。福尔摩斯在门口遇到了葛尼玛警长，先扯了扯胡子，确认这位是真货。亚裔他们却没有进去，而是派人给福尔摩斯送了封信，这是决定负责地面上的警戒工作。此时正在塔的顶端，雷诺和法蒂玛2位特工负责的是守卫地上的楼层，更方便追捕偷走钻石的鲁邦。确认完毕后，福克让外面的警卫锁上了门，里面只有他本人、管家路路通、福尔摩斯、华生以及葛尼玛警长和雷斯垂德探长。此时珍达和亚叶正在塔的顶端，突然下面的河里溅起了超大水花，像什么东西掉进去了。一部分警卫立刻过去查看，却给了敌人可乘之机，偷走一套警服从北馆入侵了。消息很快传到了地下室，距离11点还有50分钟，福尔摩斯突然掏出手枪把门锁给破坏了，这扇门打不开了。这样一来，今晚不会有任何人能入侵这个房间，因为刘邦之前说过什么锁都能打开。既然如此，先把锁给弄坏，到时候看他怎么进来。不知不觉已经10点58分，福克请福尔摩斯和华生两人用手摁住保险箱。随着时间1分1秒过去，11点到了。就在众人疑惑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，地面突然震动了起来，紧接着是大量的水从通风口倾泻之下，原来是塔的底部的外壁被炸药给直接炸开了。失算了，他们没办法在水中保护保险箱，保险箱真的会被偷走吗？外面的亚叶和珍达又将如何力挽狂澜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